好，去你丫的！注意看，擂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会让中国小伙如此暴怒，痛下狠手，宁愿违背比赛规则，也要将俄罗斯狂人扔出擂台外。只因俄罗斯狂人米哈伊尔来华挑战，骂骂咧咧说脏话，不仅诋毁中国人太弱鸡，还准备称霸中国拳坛。看他这凶神恶煞的样子，简直要将中国选手生吃活剐才肯甘心。就算听闻他的对手是中国人，米哈伊尔却认为自己1回合之内就可以结束战斗，然后还要求赛事方增加比赛奖金，增加比赛的趣味性。殊不知，本次奉命迎战的正是来自山东最能打的猛男郑兆宇。要知道，郑兆宇不仅连续4年霸榜山东省散打锦标赛冠军，还曾在全国散打巡回赛拿到冠军金腰带。可以说，在目前的75公斤级，郑兆宇有绝对的话语权。尽管米哈伊尔战绩颇丰，郑兆宇却没有丝毫的畏惧。今晚说什么都要狠狠暴揍米哈伊尔，证明中国人的强大。好了，废话不多说，让我们看看2位选手的表现如何。随着裁判一声令下，比赛正式开始。红色短裤就是中国选手郑兆宇，黑色短裤就是俄罗斯选手米哈伊尔。米哈伊尔不愧是战斗民族中的佼佼者，双方选手一个照面就开始发起凶猛的进攻号角。很明显，米哈伊尔的进攻欲望极其强烈，就是为了在回合铃声敲响之前 KO 中国选手履行诺言。怎料郑兆宇最引以为傲的就是灵活拉扯，尽管正面不敌，依旧有很多的脱困机会。俄罗斯上来就是猛攻啊！这一方面呢，也是一种心理战，就是3板斧，所谓的下马威。其实刚才霍里菲尔先也在讲，刚才在看到他场地边的热身，包括他的走动，包括他的眼神，非常典型的俄罗斯式的运动员，就像饿虎一样。我们讲的咄咄逼人呢，就不过如此吧。转身边锤，看来他这个打法呢，还是确实很颇具一些的个性化的一些风格。OK， 开始，尽量避免一些无谓的搂抱。2位选手从开始就谁也不服谁，这也导致在比赛中，郑兆宇和米哈伊尔从来没有停止进攻的脚步，甚至米哈伊尔这家伙完全就是不做防守，只管积极进攻。对于这种情况，郑兆宇也只能一边后撤，一边防守反击，尽可能的稳固比分，并给予一定的精准击打。这也说明今晚的比赛异常精彩，随时都有可能出现 KO 的比赛名场面。这是个里勾腿，中国武术打法中呢，属于那个小活，做得非常小，破坏你重心。如果能跟一个后手拳的效果会更好。应该是在上肢做动是不得分，但是把对方的比赛节奏进行了干扰和压制。They change the speed of the game. 漂亮！越来越高！打得非常的干净。I think the punch is really heavy. Yeah. It's hard. 黑方的重拳非常的重。He got to go to the body though. 而且我们看出这个风格，就作为俄罗斯选手啊，他在攻击对方时候，他打完拳之后呢，对对方的颈部有一个控制。比赛来到第2回合，原以为1回合的猛攻会让米哈伊尔变得谨慎一些，怎料这回合的米哈伊尔依旧有如打鸡血那样亢奋，全然不管郑兆宇的出招有多么迅猛，只想尽可能的压制郑兆宇，取得绝对比分优势。不过很明显，郑兆宇偏偏不打算让米哈伊尔如意，哪怕保持中远距离无法扩大比分，郑兆宇也不会轻易的逼近米哈伊尔内围。So much stronger physically. I think that one shot gonna get him. 因为我刚才在问说，可能看到2边的拳都打得很重，会不会有一下非常重的重拳就可能打倒对方或者 KO 对方？会菲尔先生，这可能就是现在这俄罗斯选手，就是他希望找到这样的一个机会，就一下解决战斗。但是我倒是觉得呢，可以跟霍利菲尔先生讨论一下，就说看起来用的很大的力量，有时候未必能打出很好的效果。我们发现有些选手打的是很轻松，可是呢，有时候
效果会非常显著。这应该有什么要点呢？ So a lot of people, they threw the really heavy punches, but they didn't get to the point. So do you think that they should probably, getting better quality, the punch? The boxers, Headbutt. 他有个头出手用头，对。黑方把红方逼到了这个角儿，而且黑方比较容易去主动进攻多一点。米哈伊尔从始至终就如同愤怒的公牛，从未减少对郑兆玉的主动进攻。郑兆玉都对老外的抗击达于体力储备惊讶不已。奈何今晚的比赛，郑兆玉只能胜不能败，自然不能与米哈伊尔展开太激烈的拼拳换脚，否则只会被米哈伊尔抓住机会进入内围，到那时候将会沦落为米哈伊尔的训练沙袋。普贝上，他应该对方要略逊一筹。对方个接腿，但是我们看他效果没有做出来。他刚才已经有了个抹脖，但是腿实际上没有像一个反向的一个顺的一个化解。我倒是觉得现在这个从黑方选手的这个命中率好像有所下降。比赛来到第3回合，郑兆玉对于米哈伊尔的进攻有点太过厌烦，于是趁着不注意，立刻将米哈伊尔扔出擂台外。裁判对此也只能对中国选手郑兆玉进行口头警告，毕竟打比赛有脾气有性格没有太大问题，但是因此频繁违规就有点太过分，米哈伊尔也开始变得愤怒起来。Think he need a knockout to win. The Russian guy. 啊，现在从霍利菲尔先生讲，他可能就需要一个 KO 了，一个重拳的 KO， 否则的话，如果打不倒红方选手，他可能从点数上就要失败了。所以我们也说，就是形式上看呢打得很热闹，可是效果上呢，到底怎么样？我们看到是红方呢更善于利用自己的技术，掌握场上的主动权。其实从整个第2回合的整个有效击中点来讲，红方的拳应该是23-10。啊，腿是2比1，所以从这些点上来讲，现在霍利菲尔也给出他自己的一个观点，也就是说，所以我们打比赛呢是用全部身心去打比赛。It's a physically and mentally well prepared game. Yeah. So it don't go by looks. Right? 从他的解读更加好，说你不要光看他块儿大啊，不能光看外表。我们有一句哲学用语叫透过现象看本质。对。So the Russian fighter build up the upper body more like even bodybuilders. Yeah, nice physique. 其实从俄罗斯选手来讲，他上肢好像看着就是我们讲更像一个健美的搞健美。这个战术是对头的。最后公布比赛结果，郑兆玉通过比分优势赢下了比赛最终胜利。大家认为郑兆玉本场比赛表现如何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们下期再见。